你说过不会跟他联络的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我是说过我不会再跟他联系，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有困难，我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关心一下而已。关心？关心个屁！你根本就是想继续跟他鬼混。你跟他就是一对狗男女，全都是骗子。贱货，你们一定有报应的！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女人啊！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要，不要！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情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才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的。我知道你们有冲突和矛盾，可是想想，在茫茫人海中你们找到了对方，这表示你们有缘啊。好不容易在一起，应该珍惜这段感情。况且你们结婚那么多年，真的舍得放手啊？你结婚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不过我有女朋友。连还没结婚的人都知道婚姻是什么。你说的对啊，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去经营的。万一其中一方他放弃的话，你说怎么走下去呢？我没出轨，我每天下了班准时回家，连周末也待在家。你人在家，但你心不在啊。他每天回到家，他只会上网、看电视、看小说、看电影，看着手机一边看一边笑。他当我是透明的。你说的是精神出轨，李太太，精神出轨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。根据我们的婚姻法，唯有4种行为你能够要求赔偿：第一，重婚；第二，有配偶者跟他人同居；3，实行家暴；4，遗弃或者是虐待家庭成员。精神出轨不包含在内。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，我不需要赔偿，我只要离婚。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我无理取闹，你要是敢做，我希望你敢认。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？你说。不要听他乱说，我没有。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了这件事而吵架，女儿也因为这样子而离家出走的。要是继续这样子下去，我会受不了，我要离婚。好吧，你们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也不方便多说。通常有孩子的夫妻，在协议书上除了财产还有债权的问题之外，也会很明确的写明孩子的抚养权还有赡养费。你们2位还有什么附加条件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刚才上了法庭，耽误一点时间。李先生、李太太，你们好，我是吴远，我是这间律师楼的老板，我会负责协助你们的离婚手续。你是吴律师？是啊。哦，我刚才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吴律师的助理，我叫梁文杰。
刚才吴律师有些事情，所以叫我接待你们。你们这个律师楼是怎么办事的？怎么随便找个人来打发我们？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准备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你们。至于协议书的内容，我们现在慢慢谈。无论怎么样，女儿要跟我。好，那孩子的抚养权归女方，在抚养的期间，男方要承担一切抚养费，包括医疗费、教育费和保险费。当然，男方每个月可以探望孩子8次，探望权的行使以不影响学业为准。我没意见。那至于财产的分配呢？一切细节你跟他商量好再通知我。我先回公司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其实我最近想了很久，也问了自己很多次，我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觉得我们不适合。可是你以前说你会爱我一辈子，你会照顾我一辈子的。对不起。你就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那你以前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吗？感情和感觉如果变了，再怎么挽回都有裂痕。所以，就是你不爱我了，你变了，你不爱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谁对谁错已经不再重要了，我们结束了。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？答应我，照顾好你自己，你一定会遇到比我更好的。哦呦！妹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终于抓到变态杀手啦！我看未必啊。先带他回警局吧。8月11和8月18号晚上10点到12点，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做什么？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，我哪里记得？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。现在的情况对你是很不利的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那2天都是星期五。哎呀，8月18。对了，我在看球赛。你说谎。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球赛可以看。我真的在看电视台球赛重播，结果是3比1。你看看，照片里面的女孩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们在你家找到了很多偷拍的照片和女性的贴身用品，你怎么解释？什么贴身用品？女人的胸罩和内裤。那是我个人嗜好，我买回来收藏的，有错吗？你这些收藏品到底是买回来还是偷回来的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但现在你所面临非礼和偷拍的罪名是逃不掉的，明白？陈叔，交给你了，带他出去吧。妹子，就这样放他走？对啊，他只不过是个偷窥狂，不是杀人犯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也是妹子。Madam， 你为什么肯定刚刚的疑犯跟无头尸案无关？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，通常会表现出很多小动作，他们会不自觉地触碰他们的鼻子、颈项，或者是触摸身上的首饰，他们的身子也会下意识地弓起来。但是刚才你们在盘问他的时候，他的手很自然地放在桌上，而且他的身体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动作。还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在问他案发当天他在哪里的时候，他的眼珠子是向左上角翻。一个说谎的人，眼珠子是向右转的。但他会不会是故意掩饰自己在说谎呢？这是一种反射动作，除非你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要不然是不可能装出来的。Madam 说的没错，他只是一名偷窥狂，我们已经正式起诉他非礼及企图伤人罪。这是第2名死者的验尸报告吗？ Yes, Madam。凶手的作案手法跟上次一样，
估计凶手是先杀死他们之后，然后再砍下他们的头颅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他们的喉管里都发现一种类似浆糊的黏液。这2名女死者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她们的身材、高度还有年龄都很接近，凶手处理尸体的方法也很相像，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应该是连环杀手吧？有这个可能性。那这一次我们的麻烦大了。为什么你这么说？如果不尽快抓到凶手的话，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大家必须取消你们的例假，24小时 stand by。 Yes, madam. 对不起啊，刚才警局有点事要处理，所以迟了。没关系啊，喝口水，喘喘气吧。谢谢。啊，餐你点了。牛排5分熟，你最喜欢的。可是今天我想吃7分熟的。怎么突然间要换口味啊？一成不变只会墨守成规，偶尔改变一下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呢。啊 ，excuse me， 麻烦你帮我把我的那份牛排改成7分熟的。好的。谢谢。Cheers。最近工作很忙吗？还不是为了那2起无头尸案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头绪。报道我都有看，看来这起案件蛮棘手的。你又想跟我分析案情啊？只是我个人看法，你可以不当一回事的。先说来听听。凶手都是有特定的时间下手，每逢星期五，而且都是下雨的夜晚，所以我怀疑他是一个连环杀手。还有，他是很有目的性的选择目标。通常死者都是一个刚跟男朋友吵架的年轻女性。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分析过了。我还有多一点，还有一点就是他讨厌女人，对吗？这个你们也知道。请你不要质疑我们警方的办事能力，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，所以你不用为这件事操心。欢迎欢迎！ Hi Philip。认识了你们3年了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位置，还有保证同样的好味道。Happy anniversary！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谢谢你 ，Philip。是我要说谢谢才对啊！你们每一年都来我的餐厅庆祝，希望之后每一年的今天都可以看到你们哦。对不起啊，明年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明年可能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明年不再去了？你不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应该好好处理一下吗？是人的问题、地点的问题，还是时间问题？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答案了吧？你也这样觉得？那你想不想借这个机会好好说清楚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跟以前不一样。是你对我没有感觉了吧？凡事都得迁就和忍让，时间久了很累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一直都在迁就我吗？不管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吃什么，我们去哪里，你都比我有主见。你每次都说随便没关系，我以为你不介意。我常常在想，你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我，我想吃什么，我想看什么电影？还是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？我以为你不喜欢，你会说出来。原来到头来居然是我的问题。算我的问题吗？我们终于有件事是达成共识的。当不了情侣，我们还是可以当好朋友，对吗？Jason， 什么事啊？又一宗无头尸案了。好，马上过来。你不是又想要把我赶下车吧？喂，说什么我也帮了你们破过几宗案子，记得我的分析吗？昨天是星期五，而且又下雨，给我一个机会当好市民吗？什么情况？有人跑步经过这里，发现尸体，报了警，已经录过口供，没有什么嫌疑。法医正在检查尸体。是不是跟之前2宗一样啊？死者是一名女性，
根据皮肤的推测，年龄应该是20到25岁之间，死亡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之前。死者双手部位都有淤伤，而且指甲里都有皮肤纤维，所以我怀疑死者死前是跟凶手有过激烈的挣扎。他有没有被性侵犯？初步检验是没有。凶手的杀人手法和处理尸体的手法跟上两宗的无头尸案是一致的，所以我怀疑是同一个人做的。详细的报告我会尽快交给你。好，谢谢。麦等，现场附近一带都搜过，并没有发现死者的头颅。昨晚那场大雨把现场所有的线索都冲走了，想找头颅我看没这么容易。Michael， 你去查一下这2个星期有没有人口报失。子亮，联络 K9 警犬部，请他们提供支援。好的。陈叔，你再找2个同事到附近看看有没有目击者。Yes, madam. Jason， 刚才搜过的地方再搜一遍，我们不能够放过任何线索。Yes, madam. 你怎么知道死者的头颅会在这里？这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，没有挣扎的迹象。我觉得凶手是有意图的，他把死尸运来这里之后砍下头颅是要埋葬的。可是当时下了很大的雨，所以情况非常紧迫，所以我就猜测头颅应该不会离死尸太远。可只凭这些推论的话，应该不知道头颅的准确位置吧？难道你闻到？你别告诉我们说你有第六感哦。是他们带的路。你也看到了，马羽群永远是在寻找食物的，而这个头颅就是他们的食物。我跟着马羽群来到这里，还有这里的泥土也非常的松散，非常容易挖掘，所以我就断定头颅是埋在这里的。可之前2个 case 凶手都是把头颅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为什么这次头颅会在尸体的附近？这不是你们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10万还可以吧？刚刚好。怎么那么有空啊？来帮我洗头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每天都来帮你洗。你被炒鱿鱼啊？妈，你必须揍我吗？吴律师那么依赖我，他才舍不得炒我的。那我猜猜看，难道说你被安妮甩了？喂，真的被甩了？没有被甩，是和平分手。哪有分手是和平的呢？爱有多深啊，伤就有多重。如果分手啊也不痛不痒的话，那就证明你们啊没有爱的成分在里头啦。快点告诉我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啊？妈，我已经说了，不是因为什么事，我是因为合不来，所以就分开了。你的个性啊，跟那条水的温度一样啊，说冷不冷，说热嘛又不够热。你刚才还说刚刚好的。不一样的，他是个警察，警察呢属于重口味的，所以呢他喜欢热辣一点的。妈，谈恋爱怎么可以跟洗头相提并论呢？真是。人的心啊，跟头皮一样的，轻柔的时候呢，应该轻柔一点；需要处理的地方呢，就大力一点。这你懂吗？只要拿捏的刚刚好呢，顾客呢就不会离开你了。爱人也是一样的，只要2个人掌握这个力道了，我想一定可以相守到老的。哎，当初我要是能够领悟这个道理呢，我就不跟你老爸离婚啦。有人好像寂寞了。妈，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找第2春呢？寂寞，我真的是很寂寞。我寂寞呢，家里人太少啦。你快点结婚吧，让我抱孙子啊！好，我一定会帮你找一个好媳妇孝顺你的，别担心。今天是星期五。是啊，
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已经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确认死者没有被性侵犯。不过凶手很残忍，我们在死者的后脑勺发现有被重物袭击的痕迹，而且下手还不轻，连头盖骨都被敲碎了。知道是什么重物吗？根据覆盖的面积和凹凸不平的状况来看，应该是石头造成的。还有，这个死者跟上2宗的无头尸案是一样的，都是被类似斧头的利器以蛮力砍断头颅。不过有个地方很奇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现凶手砍断头颅的力道不一样，上2宗死者的头颅是被砍3、4次就断，而这一次呢却被砍了7、8次。所以这么说，这次的凶手可能跟上一次不一样吗？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有2个不同的凶手，有可能凶手的手受伤了，影响了力道。总之还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我们不能以一概全。你说，在他嘴巴里发现了什么？江湖。为什么会有江湖啊？我只是法医，也许心理医生可以解答你的问题。Madam，他们是死者的父母。这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赵安妮高级督察。我以为没只是离家出走，我没想到。李太，请你冷静点，我们一定会查出事情的真相。你们告诉我是谁杀了我的女儿？我们还在调查，但是我们必须问你一些问题，可以吗？你女儿之前有没有跟谁结怨呢？没人缘很好的，她不会跟人家结怨的。那你们知道她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吗？你们到底要问什么？我们2个都很忙，我们没有时间管这个。就求你们把凶手抓出来好吗 ？Madam， 妹的家里很有钱，李先生管理一间公司，李太太每天忙着吃喝玩乐，这2个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，而且我还查到他们在闹离婚。是吗？我看我们从他们身上也问不到什么。你先回警局，我去个地方。连环杀手最大的特征就是固定，杀人动机、杀人模式以及杀害的对象都不会轻易改变。根据过往研究的案例显示，他们之所以会杀人，主要是跟他们的生活背景，又或者是经历过的事或人息息相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人或事可能在凶手的心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，他们为了报复，就找相同特征的人下手。你很聪明，谢谢。还有，想给你看这张照片。这是我们最近的死者，她的名字叫梅。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头颅。你注意看这里，她的嘴里灌满了浆糊。依你看，凶手是什么用意啊？凶手灌浆糊的这个举动，可能和长舌有关。长舌？怎么说？凶手也许是一个痛恨嚼舌根或者是啰嗦的女人，所以在对方死后灌浆糊，希望黏住对方的嘴巴，让他做鬼都不能说话。这么说，凶手和受害者可能是认识的喽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还有，凶手3次干案都是在星期五，而且都是下雨的夜晚，是不是特定的时间或是地点也会引起一个人杀人的念头呢？这个可能性就更多了，你想听吗？当然。凶手选择在雨夜杀人，也许是他的内心有阴影，所以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他特别容易凶性大发。又或者是凶手有洁癖，他希望雨水能洗掉所有的血迹，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罪恶感。又或者，凶手特别喜欢挑战，他想看警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掌握他的罪证。怎么样？会不会越听越乱？不会啊，你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谢谢你啊，郭医生，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。我很乐意帮忙。那以后我会不客气，经常来烦你的。随时欢迎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。谢谢你啊。好，随时欢迎你再来。不耽误你时间了。拜拜。
喂，爸，什么事？什么？真有种，就只带2个人来跟我谈判，有用的2个就够了，何必劳师动众？对付你这种小角色，绰绰有余啊！废话少说，有屁快放！给你面子叫你红毛猪，不给你面子叫你红毛丹啊！不把我爸放在眼里，让你的手下在我们洪家地盘卖迷药，懂不懂规矩啊？是你不懂规矩吧？洪老大不是已经金盆洗手了吗？我的事你管不着，我就是喜欢在那里卖，那又怎样？就算是洪老大的儿子，也无权干涉。有种你再说一次。我是说，老乌龟的时代已经过了，你这个小乌龟还是乖乖的爬回去吧。你就跑不了了，有机会了就不要想过来走，来！金荣，上车！我会来找你的。还好刚才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如果你没有来啊，我一定把那个红毛猪打得像猪头一样。不过谢谢你啊。爸很担心你，赶快过去向他报平安吧。嗯，今天是爸的大寿，我总得换一个衣服吧。刘叔，黄老板，啊，等一下记得喝多2杯啊，酒席就要开始了。来，阿成，红哥呢？哦，红哥就要出来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们2个怎么那么迟呢啊？好的。红哥祝贺你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呀，人来就好，何必那么破费呢？小意思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坐啊。坐好。大哥，一切都打点妥当。爸，祝你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爸，生日快乐。事情都办妥了，都没事。那班人呢？我见一次打一次啊。你还说？爸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吧。洪老大，生日快乐！恭喜你重出江湖，我金蛇给你送贺礼来了。谢了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什么重出江湖？今天只不过是我普通的寿宴。我看你是想趁着这个寿宴，顺便宣布你东山再起吧。那年我金盆洗手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在场吗？像我们这种出来跑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只怕你有信，你底下的人可没有哦，要不然就不会有人来我的地盘捣乱了。有什么就冲着我来，是我打伤这个混蛋，那又怎样？你还说有人？干嘛拉我啊？今天把话说清楚。金蛇，拜托你以后管好你的人，别让他出来惹是生非，否则我不会客气啊。洪老大，你是这样管教你的孩子的吗？时代不同了，想当年，就算我们年少无知，也懂得什么叫做敬老尊贤啊。哼，敬老尊贤，是谁先不懂规矩啊？啊？说够了没有？爸，他不把你放眼里，我才把你教训他。人是你打的，我要你马上向他道歉。你要我跟他道歉？我死都不会道歉。说什么？军荣，爸，我去把他推回来。
洪老大，你儿子走了，你打算怎样交代这件事情呢？我洪老大教子无方，我儿子有错，我呢跟你说声对不起，这一杯我干了。不过是我听说，你的人在我地头上惹事，俊荣他才会出手的。洪老大，你已经金盆洗手了，还讲什么地盘呢？说什么？要你分清楚，这里是谁在作状？我洪老大虽然金盆洗手了，可是有些事我还是做得了主的。老弟，听说你最近红得很啊，小心你爬得越高，跌得越伤。今天呢，是我大好日子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你最好乖乖的把你的人给我带走。阿琛，松开，去。还好刚才我来得及刹车，要不然你早就没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的。你还在生气？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帮他出头还被他骂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他始终是你爸，那又怎样？刚刚把气氛搞得这么僵，叫我以后怎么出来混？难道你还不明白他的苦心吗？他是在帮你。你不用再帮他说话。我知道爸从小就看我不顺眼，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喜欢。你就不一样，书读得多，又有智慧又聪明，做什么老爸都满意。那你知不知道，爸为什么总是骂你，却不骂我？因为我常常惹他讨厌，常常做他不喜欢的事情，常常跟他顶嘴。因为你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我不是。喂，你不是在安慰我吗？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事实又怎么样？我早已把你当作是我亲哥哥看待，一天是，永远都是。好了，以后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可以找我喝酒也好，练拳也好，千万别飙车，太危险了。怕什么？有你看着我吗？慧心，你怎么不走了？哥，我很累，我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要继续走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，我们就要分开了。哥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喂，你们怎么？哥，慧心，不要放手！你们到底要怎么？慧心，你放手！慧心，哥，慧心，把慧心还给我！慧心。对不起哦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前2天不小心打翻的，一直没时间把它拼好。怎么突然进来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是想要来拿东西，我不知道你还在房里，我以为你已经去律师楼了。你干嘛道歉啊？怎么这么见外？关系不同了嘛。
不是说好还是好朋友的吗？我其实除了要拿东西之外，我还想还你钥匙。其实也不用那么急的。对了，你需要我帮你收拾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怕你迟到了，快走吧。那好吧，你拿了东西要走的时候把门锁上就行了。拜拜。小姐，请问可以坐下来陪你喝酒吗？不可以。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反正你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们做个朋友吧。对不起，我没兴趣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对不起，不打扰你们了。怎么这么巧？是啊，真巧。希望我没有妨碍到你们两个聊天。说什么废话你？喝酒。Cheers。Madam， 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是和男朋友吵架吗？首先，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？那第二，为什么心情不好就一定跟男朋友有关？不可以因为是工作吗？一个人来酒吧喝闷酒，心里一定是很闷。你工作能力那么强，工作应该不是你的烦恼，所以我很肯定的说，你应该是感情上出现了问题。你认识我多久了？从我们一起研究罪案开始接触，大概3个月吧。有些情侣交往3年，都不一定认识彼此，更何况是3个月。说的也是，人的内心是最难懂，也是最复杂的。说得好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还行。你刚才已经喝了很多了，还是让我送你回去吧。对了，那宗无头尸案查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进展？暂时还没有头绪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关于女死者嘴巴被涂了浆糊的事？你有新发现？我觉得跟他们的躁郁症有关系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躁郁症？我只是猜测而已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猜测呢？根据你之前给我的描述，这3个女死者都是属于很啰嗦的女人，脾气也不怎么好，情绪容易失控。躁郁症的病人通常都会有这些特征。那你还推测了什么？我推测，凶手会不会是一个很讨厌、讲话恶毒的女人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这只是我个人的假设，并不担保180%准确。不过至少你给了我一个有用的线索，谢谢。质量查到妹和一个男人有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他详细资料。而且我也发现3名死者有一个共同点：脾气暴躁，喜欢骂人，而且偶尔会失控，怀疑是患上了躁郁症。躁郁症。进来。Madam， 我已经查到妹男朋友的住处了，而且他并没有任何出境的记录。你们准备一下，10分钟后出发。陈叔，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。你好，请问你是 Anthony Ong 吗？我是。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，这位是我的同事。有什么事吗？请问梅丽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是。我们想问你一些关于她的问题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赶时间。不会耽误你太久的，请跟警方合作。那好吧。怎么样？你没受伤吧？我受伤？
怎么可能？我忘了我们的 Madam 可是文武双全。对了 ，DNA 报告出来了，之前在死者 May 的指甲里发现的皮肤组织是跟她男朋友一致的，所以 May 最后接触的人就是他，可以这么说。为什么你要杀 May？ 我没有。你有。我们在 May 的指甲里找到你的皮肤纤维，你是最后一个跟她接触的人。我没有杀人，May的死不关我的事。如果真的不关你的事，为什么你看到我们会跑？其实，我只是骗了几个女人的钱而已，我没有杀死May，杀人可是重罪，我哪里敢这么做？你刚刚说你只是骗了几个女人的钱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只是想混口饭吃，而且女人的钱比较容易骗，你只要跟他们在一起，哄一哄他们开心，他们就会自动把钱送给我。所以你也是因为 May 的身份才会接近她的。然后May发现你是骗子，想要揭发你，你就杀了他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你们到底要我说多少次，你们才肯罢休？May的死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那 May 失踪的那天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呢？你可以慢慢的想。不过我要跟你说，你最好是把事实说出来，要不然对你的情况是很不利的。好，我说。Madam， 你真的相信他的话吗？轮不到我相不相信。但按照你的说法，他的肢体语言是在说谎。那只是刚开始，后来他就恢复正常了。他顶多只是担心我们不相信他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嫌疑最大，毕竟他是最后和May接触的人。他的确是有杀May的动机和理由，不过你别忘了，我们这是连环杀人案。他为什么要杀之前2个女生？他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有呢？那就得靠我们去查证。等一下跟我到公园去一趟。公园？就是 May 和 Anthony 吵架的地方。直觉告诉我，在那边会找到线索。Madam， 暂时还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你这么肯定这里可以找到线索？May 的死亡时间和他跟 Anthony 吵架的时间相差半个小时。我估计他是跟 Anthony 吵完架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遇害的。是May的鞋子。他应该是在这里遇害的。你们在这里周围仔细搜一遍，看看凶手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Yes, madam. Madam， 在现场找到的鞋子已经证实是属于May的，地上的拖痕只有一小段的距离。我们推测凶手弄晕May之后，就把她拖上了车子。鉴证科的同事已经在附近进行了搜索，可由于是公共场所的关系，没有什么有用的证据。Madam， 怎么了？我看了天气预测，星期5晚上会下雨。如果我们再不找到凶手，又有一个女孩子要遭殃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么突然让你过来一趟。没关系，请坐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关于那个连环杀手的犯罪动机，我仔细分析过了。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性。什么可能性？我觉得那个连环杀手很可能是个 copycat。OK。人天生具有学习能力，对犯罪行为的学习也不例外。好几年前有另一起类似的连环杀人案，我怀疑凶手是在模仿别人的杀人方法。哦，这是相关犯罪心理学的资料啊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陈叔啊。Madam， 你让我查的事情我都已经查清楚了。原来遇害的女孩子都有躁郁症，而且他们看同一个心理医生，就是郭永元。Madam， 郭永元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连环杀手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
还在梦里想着情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